先問你一個問題，你上一次被自己說服是在什麼時候？不是被別人說服，是被你自己說服。你可能沒注意到，這種事情每天都在發生。你熬夜到凌晨2點，心裡有個聲音說明天會困死，但另一個聲音說再刷5分鐘就睡，然後你贏了，第一個聲音輸了。你想健身，理性告訴你應該去，但感性告訴你沙發更舒服，然后感性贏了。你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，心裡清楚那是錯的，但你開始找理由，當時情況特殊，大家都這麼做，我也沒更好的選擇。然後你成功的讓自己相信，那個決定其實也沒那麼糟。我們每時每刻都在說服自己。問題是，大多數時候，贏家不是理性。心理學家喬納森用過一個絕妙的比喻，理性的自我是騎象人，感性的自我是大象。骑象人手裡拿着韁繩，以為自己掌控方向，但大象想去哪裡，從來不是韁繩決定的。當大象鐵了心要往左走，騎象人再怎麼拉韁繩也拉不住。想正確思考，理性生活，關鍵不在於知道什麼是正確的，你知道的東西已經夠多了。關鍵在於你怎麼說服那個騎象人背後的大象。這從來不是知識問題，是說服問題。要說服自己，先得搞清楚對手是誰。第一個對手，確認偏差。我們天生傾向於尋找、解釋和記憶那些支持自己已有信念的訊息，同時忽略或貶低相反的證據。簡單說就是，我們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。你相信某檔股票會漲，就會自動搜集各種利好消息，對利空視而不見。你討厭一個人，你會自動記住他所有討厭的細節，忘記他曾經幫過你。這不是因為你笨，這是大腦的出廠設定，它幫助你節省認知能量，讓你不用每件事都從頭思考一次。但代價是，你很難發現自己錯了。第二對手，認知失調。當你做了一件與自我認知不符的事，大腦會產生強烈的不適感，這就是認知失調。為了消除這種不適，你會自動調整自己的態度或信念，讓那件事變得合理。講個經典案例，你花大錢買了一張電影票，看了半小時，發現是爛片。理性告訴你及時止損，走吧，但認知失調會讓你想，票都買了，錢都花了，再看看，說不定後面好看呢。然後你在電影院裡又浪費了1個半小時。你不是在做理性決策，你是在為自己的錯誤找借口。第三個對手，當下的誘惑。行為經濟學裡有一個雙自我模型，你體內有2個自我，一個追求短期滿足，一個在乎長期利益。短期自我活在当下，他要的是即时快感；長期自我放眼未来，他想要的是永續的幸福。每次你面臨選擇，都是這2個自我在打架。短期自我通常更強壯，因為多巴胺的獎勵是即時的，而長期利益是抽象的、遙遠的。這3個对手，確認偏差、認知失調、短期衝動，就是那頭大象。你想理性的生活，你得先承認它的存在，然後學會跟它談判。第一個方法，武裝你的骑象人，多元思維模型。前面提到，確認偏差讓我們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，
但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有些人即使刻意要找反駁證據，也找不到？答案很殘酷，因為他的工具箱裡只有一把錘子。如果你只懂經濟學，遇到問題時，你會自動用供求關係边際效益來解釋一切。如果你只懂心理學，你會把所有問題都歸結為童年陰影或潛意識衝突。這就是一句名言所說的，在拿着錘子的人看來，世界就像一顆釘子。這種單一視角不僅讓你扭曲現實去迎合你的模型，更可怕的是，它讓你根本察覺不到自己在扭曲。你以為自己在理性思考，其實你只是在熟練地重複自己熟悉的思維路徑。因此，要說服自己理性生活，第一件事不是壓制情緒，而是擴充武器庫。具體怎麼做？從各門學科中提取最基礎、最核心的原理，在大腦中編織成一個多維度的思維格柵。你不需要成為每個領域的專家，你只需要掌握每門學科最重要的那幾個模型，大約80到100个，就能解決人生絕大多數的問題。以下幾個模型是對說服自己理性生活最直接有效的。第一個，數學的複利思維與排列組合。這不只是錢滾錢，更是一種時間觀。任何微小的習慣，只要持續累積，長期效果都會大到嚇人。反之，任何小錯誤若不修正，複利效應也會讓它滾成雪崩。這能說服你重視長期而非當下。第二個，物理學的臨界點與熱力學第二定律熵增。萬物自然趨向混亂，房間不整理會亂，關係不維護會散，技能不練習會退步。這告訴你，保持理性不是自動的，它需要持續輸入能量去對抗熵增。第三個，生物學的演化論與賽局理論。你的大腦是在遠古草原上為了生存和繁衍演化出來的，不是為了在現代社會做出精準決策設計的。你的恐懼、貪婪、從眾，在遠古是優勢，在今天卻是漏洞。這能說服你原諒自己的非理性，但同時警惕它。第四個，工程學的備份系統與安全邊際。工程師設計橋樑時，載重能力會遠高於預期車流量。在人生決策中也是如此，永遠為自己的錯誤留餘地。投資不要壓身家，計劃不要排太滿，時間不要抓太緊。這能說服你承認自己會犯錯，事先做好防火牆。多元模型如何輔助自我說服？當感性大象想往左，理性騎象人想往右時，多元模型怎麼幫上忙？大象說：現在花這筆錢，我好快樂。經濟學模型說：不行，這不符合邊際效用最大化。大象心裡想：少拿數據壓我，我就是要。這個時候，如果你切換到生物學模型，這筆消費帶來的多巴胺會在30分鐘內消退，但隨之而來的財務壓力會啟動你的皮質醇，持續整整1周。從進化來看，為了短暫的愉悅觸發長期的壓力反應，這是非常愚蠢的生存策略。突然之間，這不再是理性壓抑感性，而是一種更高維度的感性對話。多元模型讓你的正確思考不再枯燥冰冷，而是變成一個更宏大的、多角度的敘事。而大象正是被故事而非數據說服的。最後要記住 Lollapalooza 效應。
單獨一個數學模型可能軟弱無力，單獨一個心理學模型可能被大象忽略，但當你把複利思維加上安全邊際，加上心理賬戶，同時拿出來，三種力量往同一個方向作用時，它們會產生協同爆炸，威力遠超過簡單相加。多元思維模型太需要了，沒有它，你只能靠意志力硬扛，有了它，你才能用智慧來四兩撥千斤。多元思維模型就是理性騎象人手中最锋利、最多变的那把瑞士軍刀。第二個方法，談判之前，先讓大象停下來。你不可能在情緒沸騰的時候做出理性決定。理性的前提是暫停。當你感到強烈的情緒，憤怒、焦慮、激動、恐懼，你的大腦基本上處於自動駕駛狀態。這時候做決策，十有八九會後悔。怎麼辦？給自己一個緩衝。心理學有個簡單有效的方法，覺察情緒，及時暫停。當你意識到我現在很生氣或我現在很衝動的時候，什麼都不要做。深呼吸，離開現場，睡一覺再說。另一個方法是主動尋找反面證據。當你產生一個強烈的念頭時，刻意問自己，有沒有相反的例子？你想買一隻股票，先找3個不買的理由。你覺得某個方案完美，先列出3個可能出問題的地方。你越是深信不疑的事，越值得你花3分鐘試圖推翻它。理性的第一步是對你深信不疑的事物按下暫停鍵，問一句：真的是這樣嗎？第3個方法，改變對話方式，從必須到更喜歡。你平常怎麼跟自己說話？我必須早起。我不能吃這個。我應該更努力。這些話聽起來很理性，對吧？但它們幾乎永遠不會管用。因為必須、不能、應該是命令大象，而大象不喜歡被命令。理性情緒行為療法 REBT 提出一個核心洞見：人們的痛苦和困擾往往不是來自事件本身，而是来自我们对事件的非理性信念。讓你痛苦的不是我失敗了，而是我絕對不能失敗這個信念。REBT 建議把那些絕對的、強迫性的信念換成更靈活、更平衡的自我對話。不要告訴自己我必須早起，試着告訴自己我更希望能早起，因為早起讓我感覺更好。但如果今天沒做到，我也不會崩潰。不要告訴自己我不能吃這個，試着告訴自己我選擇不吃這個，因為它不符合我的長期目標，但偶爾吃一次，天也不會塌。這是在改變你跟自己的談判語氣。當你用必須說話，大象會反抗；當你用更喜歡說話，大象會覺得好吧，這好像是我自己的選擇，它更願意配合。REBT 認為，學會以理性思維取代扭曲的想法，能大幅減少情緒困擾，並實現深層的改善。因為情緒源自於信念，而非事件本身。第4個方法，用未來的自己來說服現在的自己。短期自我之所以總是贏，是因為他感受不到未來的痛苦。你熬夜的時候，未來的困意是抽象的；你刷卡的時候，未來的負債是抽象的。抽象的東西打不過具體的多巴胺，那就把未來變得具體。下次你想拖延的時候，
閉上眼睛，想象明天早上的自己，那個因為沒做完工作而焦慮，被老闆追問，手忙腳亂的人。那個人就是你。你現在做的每一個選擇，都是在給那個人送禮物，或是送災難。行為經濟學裡有一種工具叫做承諾機制，提前為自己設個難以反悔的約束。你想存錢，就開一個取款麻煩的賬戶；你想健身，就提前約好教練並付錢；你想少刷手機，就把手機放在另一個房間，讓未來的你想反悔也反悔不了。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，自我強化。當你的行為達到自己設定的標準時，給自己一個及時的獎勵。完成今天的任務，就允許自己看一集劇；堅持1周的計劃，就獎勵自己一頓好的。讓長期行為的回報變得跟短期誘惑一樣具體。第5個方法，接受一個事實，你永遠無法完全理性。說了這麼多，最後必須坦白一件事，你永遠無法成為完全理性的人。這不是失敗，這是現實。人是情緒動物，你的每一個決定都摻雜着感受、記憶、偏見、習慣。你不可能清除所有非理性因素，就像你不可能清除所有細菌一樣。你能做的不是消滅非理性，而是管理它。承認自己會犯錯，是理性思考的起點。一個真正理性的人，不是從不犯錯的人，而是知道自己會犯錯，並為此留有餘地的人。所以，做重要決定之前，先睡一覺。深信一件事的時候，主動找3個反對的理由。跟自己說話的時候，把必須換成更喜歡。想拖延的時候，想想明天早上的自己。最重要的，承認自己没那麼理性，然後一點點改進。理性生活不是一場衝刺，是一場漫長的與自己談判的馬拉松。騎象人永遠無法完全控制大象，但經過長期練習，他可以學會引導大象。大象走對方向的次數越來越多，偏航的次數越來越少。你們一起走過的路越來越長，越來越穩。那就是理性生活的樣子。不是完美，是進步；不是掌控，是合作；不是消滅大象，是學會跟他好好說話。然後，慢慢的，你發現自己所做的決定，越來越經得起時間的考驗。那就是你成功說服自己的時刻。智慧是可以透過學習和練習獲得的，並且獲得它是一種道德責任。它不提供一夜致富的秘籍，而是提供一套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思維操作系統。它邀請我們成為一個終身的理性的学習者，透過不斷的自我完善，去配得上我们想要的成功和幸福。如果你能学会用正确的方式思考，你就能在生活中做出更理性的决策，从而活得更清醒，更少犯错，更接近成功與幸福。祝福大家，且行且珍惜。